怀了二胎后，我打电话给傅青山，接电话的人是他的助理，腔调温柔：“傅总在洗澡，你有什么事情，我稍后转告他。”还听见儿子亲切地喊他妈妈。我转身走进手术室流产，收拾行李，提离婚。傅青山冷笑：“你要离婚，儿子抚养权归我，你永远别想见孩子。”我满意的点头：“好啊，你和你儿子我都不想要。”后来，我有了乖巧的女儿和听话的老公。我看着来求我回家的傅家父子，笑着说：“已婚勿扰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母亲节当天，傅青山带着儿子在给助理陈念过生日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却说：“陈念在公司5年了，我陪他过生日怎么了？”我和傅青山大吵一架，傅青山不耐烦冷笑：“许听夏，当初是你爬上我的床主动生下傅寻的，他要不要给你过母亲节，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。”我抱着儿子傅寻问：“你为什么不陪妈妈过母亲节？”傅寻却笑嘻嘻地说：“因为念念阿姨的生日更重要呀，你天天待在家里一点也不辛苦，所以你不需要过母亲节。”我愣住，傅寻又扯着我的衣角：“妈妈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来接我？”我尴尬地笑笑：“为什么呀？”傅寻说：“因为今天陈念阿姨来接我，他们都说陈念阿姨很漂亮，我希望以后都让念念阿姨来接我。”那一刻，我的笑容僵硬在脸上，我的心也彻底碎掉了。养了6年的孩子对我说母亲节没有别人的生日重要，我的眼泪瞬间落下。傅青山眯着眼睛瞧着我：“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哭？委屈你也给我忍着。许之夏，别觉得你有多委屈，有本事你就离婚。”为了傅寻，我辞掉工作，亲自带了他6年。我日日夜夜的陪伴，就换来一句不重要。而今天在妇产科外，我打电话给傅青山，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，女人嗓音甜美，腔调温柔：“傅总在洗澡，你有什么事情，我稍后转告他。”电话里有滴滴答答的流水声音，还有傅青山低沉的嗓音：“陈念，帮我拿一条毛巾。”我还听见了儿子清脆地喊陈念妈妈。我低头看着白色单子上的妊娠4周，笑了。哦，叫他明天在民政局见。转身走进手术室，医生问我：“确定要流掉吗？和家里人商量过吗？”我点头，确定。出了医院，我看见陈念的朋友圈晒出来一张照片，配文是3个人，照片上是我的儿子、我的老公，还有陈念。他们3个人围在一起吃火锅。傅青山向来不愿意陪我吃火锅，因为他嫌火锅的味道重。陪在陈念身边就不嫌味道重了是吧？看啊，多么和睦的一家3口。还有一张照片是校园亲子活动。我发消息问了傅寻的老师，才知道这是母亲节那天学校组织的活动。老师惊讶地问我：“傅寻妈妈，当天你不是来了吗？”我拿着手机看着这条消息笑了一下，就连校园亲子活动都没喊上我这个亲生母亲。做完手术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偌大的屋子里空无一人。我收拾行李箱，拉开冰箱，泡了一包泡面，身体上的疼痛夹杂着心酸蔓延，我眼泪伴着泡沫一起咽下肚子。我拿出傅青山威逼利诱我好几次签字的离婚协议，签下了3个大字：许之夏。那一瞬间，我浑身都轻松了。我将离婚协议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我和傅青山在一起并不顺利，也不光彩。暗恋他5年，这期间他一直都有女朋友，我从不敢越矩半步。
陈念就是他的前女友。后来陈念被国外大学录取，就和傅青山分手了。那时候傅青山蹲在酒吧里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男人的神色莫名的低落。我递给他一张纸巾，他低声浅笑，有些自嘲的意味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慌乱地摇头，不是的，学长。他轻轻拉着我的手，我重心不稳倒在他的身上。他问我，那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很快，酒精的味道缠绕在鼻息，他脸颊微微泛红。我的本意只是希望他不要难过。他的鼻尖抵着我，你喜欢我，小学妹。我忍不住紧张，我自以为自己的喜欢藏得很好，我心跳很乱，点头。他喝醉了，强势地抱着我，胡乱的亲吻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趁人之危，可能是他，也可能是我，但是我拒绝了。学长，我不是陈念学姐。他点头。你喜欢我对吗？我眼尾的泪水滴答掉落。他的力气很大，他小声地喊，念念。醒来的时候，我悄悄逃走了，我忘记了避孕。2个月后检测出怀孕，我妈拉着我在街上破口大骂，你今天不告诉我哪个野男人是谁，你就别想好过，丢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棍子拼命地打，我拼命地躲，我不说。我妈去调监控，发现是傅青山，他不让我打胎，他闹到傅家去，傅家长辈逼着傅青山娶我。我妈说彩礼要20万。傅青山捏着我的下巴问我，为什么不打掉？难道要我亲口对着暗恋的人说，因为我妈贪钱要拿着我肚子里的孩子和你们家换钱吗？我的小腹在隐隐作痛。傅青山带着儿子半夜才回家，以前我一定会为他留一盏灯的，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他带着浑身酒气站在床尾，皱眉问我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留灯？本来刚刚流产，我浑身就不舒服。他大半夜洗澡，还发出这么多噪音，怒意席卷我心头。太亮了，我睡不着。我说话的声音很大。他愣住了，喜欢他这么多年，这是我第一次朝他发火。我忍不住眯着眼睛，灯太亮了，关掉。你要洗澡就去隔壁洗。起床的时候，我发现桌上的离婚协议还没有签字。从前，傅青山总是嫌弃我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喜欢和他分享日常。打开聊天记录，一片绿色，全是我发的消息。他一句也没有回。今天再次给他发消息，你有空吗？离婚协议什么时候签字？我随时有时间陪你去民政局离婚。他依然没有回我。傍晚儿子放学我没有去接，是他亲口说的要让陈念阿姨接他，那就让陈念去接吧。他还嫌弃我做饭难吃，他说没有念念阿姨带他吃的肯德基好吃。那我以后也不用再做饭了，正好我懒得做，我自己点了外卖吃小龙虾，看着综艺喝着汽水。傅青山突然回来了，他蹙着眉眼牵着儿子，冷脸质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去接孩子？我边啃小龙虾边看了眼满脸委屈的儿子，茫然地问，啊，不是傅寻让我不要去接他的吗？傅青山不再说话，眼神扫了一眼餐桌，问我，你没做饭？以前傅青山从不回家和我吃饭，我从天亮等到天黑，等到他带着浑身酒气回家，所以我学聪明了。既然他们父子俩都不想吃，我为什么还要做呢？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你以前也不回家吃饭呢，我做了岂不是浪费？他脸色变得有些低沉，看了眼桌上的小龙虾壳子，他带着儿子坐在我边上，除了小龙虾，我还点了很多烧烤。看他挽起袖子，我就觉得大事不妙。我护着小龙虾，他掀起眼皮看着我，我轻咳一声，我不够吃，你自己点吧。傅寻泪眼汪汪地看着我，
傅青山的脸色更黑了，他摸出手机让助理送餐。他看着我，那眼神让我发麻。许之夏，你连儿子都能忘记接，你还不如陈念。你要是不想要儿子了，干脆就把孩子给陈念带，你自己在这里吃东西，儿子在校门口等你。你知道今天几度，外面多冷吗？真好笑，是我不想带他吗？是他根本不想认我这个妈。我点头，好啊，反正他也叫陈念妈妈了。我低头看了脚边这个和傅青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人。傅寻瞪着我，我不要你，我要陈念妈妈。看着这个长相和我毫无关系，却让我吃尽苦头的孩子，我只为自己不值，爱要不要？我扭头去洗手，不管这对父子。傅家每个月都有家庭聚会，而每次陈念都会以女主人的姿态出现。今天的傅寻的生日也不例外，几个贵妇围着陈念，她穿着墨绿色的礼裙，傅青山也穿着墨绿色的高定西装。不得不说，傅青山长得真的不错，否则我也不会喜欢他这么多年。他五官精致，高挺的鼻梁，颀长的身材在人群中很是出众。今天的傅寻怎么也不愿意穿我给他的衣服，直到我看见陈念拉着他的手，他穿着墨绿色的燕尾服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穿亲子装呢。三个人站在一起，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才是一家三口。傅寻许愿的时候，他被傅青山抱在怀里，他双手合十，我希望念念阿姨能当我妈妈。我的脸色毫无变化地看着傅青山，傅青山掀起眼皮看着我，他问我，你要是好好带过孩子，孩子会许这种愿望吗？傅寻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经历9死1生，我才是最痛苦的人，他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陈念熟络地招呼来来往往的亲戚。傅青山问我，你才是女主人，你坐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依然悠哉悠哉地喝着咖啡。喝咖啡呀，你没看见吗？以前傅家脏活累活都我干，我在后厨和佣人一起收拾做菜，陈念在外面拿瞧着女主人的身份，这个女主人谁爱当谁当啊。这时傅青山妹妹走过来，亲热地喊陈念，嫂子，我哥呢？转身就熟练地指挥我干活。许之夏，做这干嘛呢？还不赶紧去帮忙洗洗水果。一份芒果摆在我面前，我对芒果过敏，他明明知道还故意刁难我，我不为所动。他大小姐脾气上来，当初勾引我哥的时候也没看你这么理直气壮啊，要不是你，陈念姐早就成我嫂子了。我晃悠着手里的咖啡，做事要泼向他，脑子有问题，别在我这里发癫。一旁的陈念端着削好的芒果递到我嘴边，我芒果过敏很严重，一点点就会让我难受。曾经我因为芒果过敏住院，陈念是知道的。之夏，吃一点吧，我特意切的。我推开他的手，他惊呼一声，委屈地看着我，我只是想让你吃芒果而已。之夏，要是不欢迎我，我走就是了，你不要生气。傅寻上前推搡着我，哭着说我欺负陈念。傅青山蹙眉，立马上前拉着陈念的手检查，他脸色阴沉地盯着我。许之夏，你在做什么？道歉。他的眼眸森然，低沉的嗓音里隐隐透露着不悦，带着斥责的意味，面色冷峻。我对上他的眼睛，刚才碰到芒果的嘴巴已经一阵火辣辣的疼。我不道歉。傅青山拽住我的手臂，阴沉沉地看着我。许之夏，我最后说一遍，道歉。我冷冷地瞪着他，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道歉。傅青山妹妹冲到我身前，一巴掌落在我脸颊上，我举起手一巴掌扇回去。傅青山，我芒果过敏，严重的话会住院，你和陈念又不是不知道。陈念故意给我喂芒果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
你今天和他穿情侣装，和傅寻穿亲子装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的心思。你有拿我当过妻子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有关心过我在你家过得怎么样吗？连你妹妹都不认可我这个嫂子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的妻子。以后你妹爱叫谁嫂子就叫，你儿子想叫谁妈妈就叫。傅青山愣在原地，我果断转身离开。回到家，我拿着离婚协议等着傅青山签字吧。傅青山拿着一张白色的妊娠通知书摆在我面前，我明天陪你去产检，白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摆了摆手，孩子我流掉了。他愣在原地，神色低沉，眼神带着几分不悦。许之夏，你说什么？他紧紧捏着我的手臂，捏得我生疼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我说我流产了，你听不懂吗？我看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冷眼瞧着我。签字吧，傅青山，我们离婚。看见离婚协议的时候，他撩起眼皮看着我。许之夏，你当初费尽心思想嫁到我们傅家，现在又这么轻易离婚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怎么准备欲擒故纵？我静静地听着他说话，回答：随你怎么想，反正你早就想离婚了，不是吗？现在这样不是正好？赶紧的，签字吧。傅青山点头，他冷哼一声：离婚可以，儿子抚养权归我，你永远别想见到儿子。我掀起眼皮看着他，真以为我舍不得孩子啊？还以为孩子就可以绑架住我吗？我点头，那太好了，除了钱，你和你儿子我都不想要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傅青山脸色一黑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，也不会来争抢抚养权。傅青山眯着眼睛看着我，许之夏，别想玩什么把戏。我笑了，傅青山，我是认真的。傅青山签字那天，我迅速收拾行李箱，打包搬家。傅寻站在我身后问我：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还没有给我生日礼物呢。今天刚好是傅寻的生日，他是我怀胎10月经历呕吐生下来的。我下蹲捏了捏他的小脸，接着戴上墨镜。我的礼物就是给你换个妈妈呀，你不是喜欢陈念阿姨吗？以后你可以天天和陈念阿姨待在一起了。傅寻脸色瞬间垮掉。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也要和你一起去。我指着远处的陈念，她才是你妈妈呀，我不是你妈妈。傅寻嫌弃地看着我，呵，我才不相信你，你肯定舍不得我，你好幼稚，这么大了还离家出走。我用力地捏了捏她的脸，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怎么是个讨厌鬼？傅青山站在陈念身侧，对我说：你别后悔。我冲他一笑，我只后悔嫁给你。离婚后，我分到了一大笔钱，有钱没孩子的生活太爽了。我到处旅游，再也不需要考虑孩子，考虑傅青山。我在非洲看了动物大迁徙，去了撒哈拉沙漠。我觉得除了孩子和丈夫，人生有太多有意义的事情了，至少我不应该围着他们转，他们不值得。不过玩得有点嗨，在路途的路上，我低血糖晕倒在半路上，周围村子的人不敢扶我，怕我是碰瓷，我浑身毫无力气，只有一个小女孩站在我边上，她声音软软的：阿姨，阿姨，你醒醒。她就一直守在我边上，直到救护车来。为了找这个小女孩，我去了孤儿院。这些小孩看我时候的眼神小心翼翼。院长问我：请问您是想领养一个孩子吗？我摇头，我想资助这些孩子。在这里，我看见了那天救我的小女孩，她低着头玩着手，看我时眼神清脆。她很漂亮可爱，但还是被父母抛弃了。院长告诉我，这个孩子是自己跑来孤儿院的，浑身上下都是伤疤，被父母打的。
他小小年纪已经会洗衣做饭了。他和我对视的那一刻，我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。这里很多孩子都是残疾才被父母抛弃，唯独他是自愿走进孤儿院的。指着他，我问院长：“我可以带他去走走吗？”他怯生生地看着我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声音清脆悦耳：“我叫沈招娣。”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。我摸着他的脸蛋：“你愿意和阿姨走吗？”或许我想拯救他，也想救救小时候的自己。我为他改了名字。他犹豫了很久，主动牵着我的手。妈妈，我蹲下看着他的眼睛，轻声地喊他：“无忧，以后你叫无忧好不好？”我希望他无忧无虑地长大。无忧缓缓睁开眼睛，他点头：“好。”我送他上学，带他去迪士尼，带他去我小时候想去的地方。曾经的我因为傅青山对我的一个举动喜欢上了他，因为当时的我缺爱，那是我第一次接受好意。在巷子里，妈妈拿着竹条抽我，血淋淋的血渗透肩膀，薄薄的衬衫被抽破。谁让你今天不洗碗的？你不做饭，你弟弟吃什么？我哽咽地解释，我今天有晚自习，但依旧没躲过一次毒打。我的衣服被妈妈打烂。傅青山就是这个时候到来的，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，递给我一张纸巾：“别哭了。”他只留下了一个背影，可就是这个背影让我念念不忘，搭上了自己的所有。所以我对无忧好一点，他就不会重蹈覆辙，就不会走上我的路，不会因为一点爱就失去了自我。无忧很懂事，他起早为我做早餐，看见一桌子的早餐，我怔住了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咬着煎蛋，忍不住掉眼泪。他用自己小小的手抹掉我眼角的泪水。妈妈，不哭。傅寻和无忧喊我妈妈完全不一样。无忧的每一个眼神都很真挚。是不是无忧做的不好吃呀？我哭是心疼他这么小就需要懂事。我抱着他，无忧以后这种事情妈妈来做就好。半夜的时候，我接到一通陌生电话，电话里小孩在小声啜泣。妈妈，妈妈，那边焦急地说：“您好，是傅寻妈妈吗？傅寻发烧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他的爸爸还在路上。您现在能过来吗？”想起傅寻生日许的愿望，他希望陈念当他的妈妈。既然他生病了，我何必凑这个热闹？就当用自己的肚子为别人生了一个孩子呗。我摇头否认，我不是他妈妈。我给你一个他妈妈的电话号码。我报了陈念的电话号码。白天的时候，傅青山却打电话给我，昨晚傅寻发烧了，你说你不是他妈妈，他现在还生病，你愿不愿意来医院一趟？我看了看床上的无忧，我说：“傅青山，当初是你说的，离婚了就不准我见傅寻，所以我不会违约。他喜欢陈念，应该去找陈念，而不是找我。”沉默半晌，傅青山开口：“你才是他亲生母亲，他不要陈念，他说他要你。可傅青山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妻子？傅寻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妈妈？傅青山，我去不了，因为无忧也发烧了。”我听见傅寻不停地喊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他哭得撕心裂肺，但是我再也不会因为他的哭而心软了。我把无忧送去的幼儿园是和傅寻同一所，因为这是京市里最好的幼稚园。我想无忧应该拥有最好的，以后才不会被骗。可幼儿园却突发火灾，傅青山也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的声音颤抖，带着害怕：“傅寻幼儿园有人为纵火，你能不能来一趟？”在幼儿园门口，我看见傅青山抱着傅寻，傅寻朝着我大喊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在这！”寒意遍布四肢百体，我猛地向学校里冲。傅青山大喊我的名字：“许之夏，我在这儿！”傅寻也拼命喊。
妈妈，妈妈，我在这里呀！我没有看他们。我跑到那些盖着白布的尸体前，像其他家长一样，一个一个的掀开。我害怕的发抖。为无忧洗澡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浑身是伤。他吃饭的时候不敢多吃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告诉我，我怕吃多了，妈妈不喜欢我。后来院长告诉我，因为无忧家里穷，吃多了会被打。他很小就会洗衣做饭了，手上都是茧子，还要背着弟弟一起做饭。他那么可怜，我不希望他还没在我身边幸福就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捂着嘴巴，不敢放肆哭泣。傅寻跑到我边上扯我的衣服，妈妈，我在这儿。他见我不搭理他，他更大声地喊，妈妈，傅寻在这儿。傅青山拉着我的手，他眉梢紧蹙，你在找什么？之下，傅寻没死，我浑身打颤，我害怕看见无忧惨白的脸出现，直到一个软糯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他带着哭腔喊，妈妈。他的衣服破了，脸黢黑，躺在担架上。看见他的那一瞬间，我冲上去抱住他。无忧，无忧。傅寻拉着问我，妈妈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妈妈，你看我，你看看我呀。我是傅寻。我看着他，我知道，但我不是你妈妈。无忧被送进手术室，她被烧伤大出血，我没空和他们父子掰扯。手术室外不停有好心人进行献血，我和无忧是同血型，可是医生告诉我，你不能献血，母女亲人不能献血。我慌了，不，我不是他亲生母亲，我是他养母。医生看了看报告单，告诉我，亲子鉴定99%，9%，怎么可能不是母女？直到无忧被推出手术室，我不敢相信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明明只有傅寻一个孩子啊！我错愕地看着医生。傅青山抱着傅寻愣住了。当年我怀的是龙凤胎，但是另一个生下来就被告知是夭折了。直到守着无忧醒来，傅青山也一直带着傅寻守在一边。傅寻想方设法地逗我笑，可我笑不出来。他给我讲他在学校发生的趣事，我忍不住制止。傅寻，安静点好吗？我现在很累。他不停地喊我妈妈，我用尽耐心告诉他，傅寻，你妈妈是陈念。他委屈地看着我，不是，你才是我妈妈。我走到走廊，给陈念打去电话，直白地告诉他，你儿子在医院，还有傅青山，你有时间过来把他们俩一起带走。陈念听见我的话顿住了，没等他说什么我就挂断了。回到病房，我小声告诉傅青山，我叫陈念过来了，等会你们走吧。傅青山叹气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我很绝吗？这难道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吗？傅青山看了眼床上的无忧，现在发现无忧和我有几分相似，至少得让我知道无忧是谁的孩子。你走吧，不要再来了。无忧这么小，他也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的。傅青山带着傅寻离开，傅寻哭着抱着我的大腿，妈妈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我低头看着他耍无赖，只觉得无奈。傅青山蹲下来安慰劝说他，傅青山变了，他不应该是这样，不应该围着我，更不应该对我好。怀孕的时候他讨厌我，而我想方设法的让他喜欢我。我会在雪夜因为他的一句想吃糖炒板栗跑遍全城，将热乎乎的板栗送到他们公司。看见我的时候，傅青山没有上前，而是不耐烦地问我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糖炒板栗，我听见你说想吃糖炒板栗。后来那袋糖炒板栗他没吃，因为陈念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老板赏的东西就是好吃，甜甜甜。陈念拍到了傅青山的衣角，还有他的背影。我和陈念的共同好友评论，念念，你和傅总和好了，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傅青山点赞了，但是他没否认。而今天下雪了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好想吃汤圆配热奶茶。傅青山就匆匆赶来，手里提着2份汤圆，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。我买来了，但是我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有1份了，是无忧的主治医师纪朝白为我送的汤圆和热奶茶。他正给无忧检查，温柔地摸了摸无忧的脸，好好休息。傅青山站在门外愣了一下，又看了看手中的汤圆和热奶茶，我也随着他的视线注意到了他冻到发红的手。这一刻，我们之间好像形成了闭环。他看着我见底的汤圆还有热奶茶，有些手足无措地说：“我看你朋友圈说想喝热奶茶和汤圆了。”他手上的汤圆是原记的，这家很贵，每天限量。看他身上的血，就和鼻梁被冻红，就知道他排了很久的队伍。我好像来迟了，我问他有事情吗？他点头。我们在走廊里心平气和的面对面。他告诉我，无忧是我们的女儿，当时被陈念调包了，被送到了一个低保户家里。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怔住了，就好像一种宿命感。在我晕倒在路边，是我的亲生女儿寸步不离地守着我。突然，傅青山手伸进大衣的兜里，颤颤巍巍地拿出一个玫红色的盒子。他忽然单膝下跪，之下，我们复婚吧。他下跪的时候，我往后退一步，我不解地看着他，你在做什么？傅青山的眼尾泛红，2个孩子不能没有父母。傅寻每天都在想你，回家吧。之下，我笑着摇头。傅青山，没必要了。我说过，你和傅寻我都不要了，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。傅青山那枚戒指落在地上，他看着那枚戒指，眼神慌乱。和他在一起太苦太苦了，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再也不会因为一件外套就喜欢上他了。我认真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他五官好看，眼睛漂亮。我想，我当初不只是因为他为我披上一件外套而喜欢他的，我也很喜欢他的外貌。傅青山，在你眼里我一直是不择手段的女人，对吗？但是我很早就喜欢你了，比你知道的还早。你还记得你在巷子里给一个女生披衣服，还告诉她早点回家，外面不安全吗？那个女生是我，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你了。其实怀上孩子的时候，我是想打掉的，不是因为不喜欢你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。但是被我妈妈知道了，她为了钱什么也干得出来。你给我的那些钱都不在我手里，她闹大了事情，逼着你娶我。我是觉得对不起你，所以嫁进你家后，我像个保姆一样照顾着你和你的家人。扪心自问，我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已经弥补了刚开始的错误，也明确了我不爱你了。傅青山他的眼尾渐渐泛红，他扶着我的肩膀，上前就要拥抱我。之下，我错了，我推开他，你不喜欢我而已，你没错。但是我认为我没必要继续所谓的赎罪了。其实那个晚上，你根本就是有意识的，是你亲自选的我，只不过醒来后又觉得后悔罢了。你不是喜欢陈念吗？你不是恨我毁了你们吗？现在好了，我们离婚了，你可以重新追求他了，反正他也正等着你呢。他看着我拼命摇头，不是的，我爱你，之下，我爱你。而且陈念抱走我们的女儿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后退一步看着他，是吗？可是太迟了，我需要按时带着无忧复诊，还好有纪朝白帮忙，他会在我带着无忧复诊的时候抽出时间陪我们母女。从前和傅青山聊天，满屏的绿色变成了满屏的白色，他给我分享很多，我都没回。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带无忧虑复诊，我也没回，我不敢回。
我还对上一段婚姻心有余悸，不敢再因为别人的一点施舍而赔上自己。我带着无忧复诊的时候，傅青山带着傅寻出现，他在身后喊着我的名字。而此刻纪朝元抱着无忧站在我的身边，这一幕令傅青山觉得刺眼，他眼里的失落一闪而过，清淡的声音带着几分自嘲和无奈：我来晚了，我能不能看看女儿？他知道我是他父亲吗？纪朝元抱着无忧拿药回来，怯生生地看着傅青山，下一秒就环抱着纪朝元的脖子，亲昵地喊爸爸。那一瞬间，傅青山的表情僵硬。我转身和纪朝元还有无忧离开，傅寻跑向我：妈妈，等等我。他指着无忧问我：这是妹妹吗？妈妈，你要妹妹就不要我了吗？我笑着摇摇头：不是我不要你了，是你不要妈妈了。傅青山提着手中的洋娃娃走到无忧面前，把娃娃给她。无忧摇摇头：妈妈说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。傅青山的手忍不住抖了抖，他问我：真的要这么绝吗？夏夏。无忧好像认定了纪朝元是他爸爸。我问他为什么，无忧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：对妈妈好的就是爸爸，这是老师说的。老师说爸爸要对妈妈好才是爸爸，纪医生对妈妈好，所以纪医生就是爸爸。第2年的母亲节，傅寻打电话祝福我母亲节快乐。傅青山在傅家为我举办宴会，他问我能不能去，我拒绝了。接着他就带着傅寻出现在家门口，但是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了，和女儿无忧，还有纪朝元的家。傅青山出现的时候，手里捧着玫瑰花，他和傅寻都穿得很正式，他们眼里的期待在看见纪朝元的那一瞬间没了。纪朝元穿着围裙为我包饺子，其实他工作很忙，可为我们做饭已经是他的习惯。傅青山牵着傅寻，声音颤抖地说：打扰了。我看见他迅速泛红的眼眶，还有傅寻委屈的眼神。他说：母亲节快乐，你辛苦了，夏夏，你幸福就好。我看着他笑笑：哦，希望我的幸福可以吵到你的眼睛。父子俩狼狈地离去。后来傅寻时常把自己搞生病，为了让我去看他，我带着无忧去。他小心翼翼讨好我和无忧的眼神让我有些不舒服。我告诉他：无忧是你妹妹，但是现在妹妹和我生活，你和爸爸生活。傅寻问我：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？我想了想：因为爸爸不爱妈妈，妈妈也不爱爸爸。我以后要带着妹妹搬家了，所以你好好听爸爸的话。傅青山卑微地问我能不能抱抱无忧，我点头同意了，毕竟也是他的孩子。搬到国外后，纪朝元常常告诉无忧，爸爸只要无忧一个孩子，所以无忧可以很快乐地长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